Respect does not come by asking. 尊重不是用嘴巴要来的。Only come by earning it. 而是用行动换取来的。嗨，大家好，我是李树全，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嘿，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常常感觉自己讲话，从来旁边人都不理我们，听都不听，也不聊我们？这一阵子，我认识一位大约是大三的一位小姐，我们就称她为 Y 小姐好了。Y 小姐回到家就打开手机，早上起床眼睛一睁开就在玩手机。我常常听到她跟我抱怨，老师，我讲话都没人理我，都没人听，我自己肚子里面都开始快笑起来了。如果我是她的家人，她天天玩手机，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就开始玩手机，然后早上眼睛睁起来又在开始玩手机。他讲话当然没人理他。我相信无论是在公司，在家里面，或在我们的社区邻居，无论在任何的社团里面，你常常都会感觉，我加入了这个组织，加入这个社团，为什么常常我想发表一些意见，然后从来周边的人都不理我？我只不过小小的一个小人物，我讲提供任何意见，有谁会在乎？谁会愿意听我讲任何一个意见，提出任何一些想法？我相信你一定常常都会有这种感觉。我讲一个小故事，讲完之后，我相信可以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把你现在这种讲话没人听的这种状况，很快的就改变了。这故事大概发生在2006年，我在学校里面教数位工程的课程。在毕业之前，学校都会规定这些毕业生一定要到产业里面去实习，最少160个小时，一个礼拜40个小时，所以大约4个礼拜的时间，这些学生必须要拿1个月的时间到产业里面去实习。然后班上大概有10几位同学都申请，希望能来到我的录音室里面来实习。我就看了这些同学这些名单，有一天我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我跟各位同学说，我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录音室里面来做1个月的实习，但是这个实习绝对不是让你们轻轻松松的在玩，这是一个魔鬼夏令营，我会把你们磨得很惨很惨。你们现在如果打算退堂鼓，要退出，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们决定还是要继续来的话，你们心里可是要有个准备，我绝对会把你们磨得很惨。这10几位同学没有一个人愿意改变主意，他们全部都坚持一定要来这个暑假的魔鬼夏令营。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些同学开开心心的，我还记得大概7月中了，很开心的冲到我在淡水的录音室，突然发现在他们的眼前，连录音室的门都还没有进来，我就在停车场外面已经帮他们准备好一个一个大的垃圾桶，有铲子，有镰刀，有锯子，有一捆一捆的手套，剪草机，还有汽油桶，我全部帮他们都准备好。他们看了非常的纳闷，他们说，老师，
我们不是要来录音室实习的吗？我说呀，那是晚一点，在开始实习之前，我先要带你们做几件事情。我就带着这群同学10几个同学到了旁边的篮球场，我就亲自带着他们，我跟他们讲说，我这边准备了很多非常大号的这些破烂的衣服，你们可以穿起来，尽量弄脏，然后也帮他们准备好了雨鞋。我说你们弄脏尽管弄脏，弄脏了之后你们来洗个澡，全部清干净，累了我们躺在地上睡都没有关系。我就带着他们到旁边的篮球场跟网球场，旁边有那个很大长满了草，长到人这么高的草丛，然后我们开始用那个剪草机开始把全部这些草剪掉之后，然后我带着他们踏到水沟里面，把这些污泥最黑最臭的污泥全部一捆一捆的把它铲出来，然后放在这个大大的这个那个塑胶袋里面，然后放在路边，然后一捆，最后堆积如山在那个巷子的前面。然后我们通知我们的环保局，请他们隔2天之后过来收。有一些同学我可以在旁边观察到，有些同学很主动在做这些苦力的工作，但也有好几位同学是咬牙切齿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只是在配合演出而已。我都在旁边看到了。不管怎么样，全部这10多位同学都一点一点的熬过这最臭最脏的4个小时，在里面打扫，在里面流了很多很多汗，因为那些草又有刺，然后这些同学都戴了手套，但是其实会刺了每一个人的这肩膀，有很多女生实在是受不了了。突然之间，有一些附近的邻居都跑出来问说：“哎，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啊？”他们充满了疑问，然后看了这群年轻人在这边打扫，又不像是环保的人员，但是又是很年轻的孩子们。我就跟这些邻居朋友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带同学过来做一些社区服务。第一天我们做完了4个小时，这些同学在大太阳下面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几乎都瘫下来了。最后我们大概花了1、2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休息，然后清干净，然后喝点水，然后整个让他们缓下来。第2天他们还是准时的9点钟在我们的录音室停车场门口报到集合。我也同样的又带他们又去做4个小时的出工，我跟着他们一起做，然后教他们怎么用那些大的剪草机，哐的剪草，然后打到了石头，那石头飞得乱七八糟了。他们有的时候同学吓得一塌糊涂，有的然后换机油啊，换加满汽油，继续在做。做完了大概2天之后，我们把这些堆积如山的垃圾全部堆在巷口，一袋一袋的捆好。但是这些水沟、这些操场、这些篮球场、网球场被我们清得干干净净，大雨来了也不怕，不再会淹水了。这件事情就过了。但是3、4个月之后，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邻居的主委居然打电话来征询我对社区未来改善的一些意见。过去我跟邻居都相处得很好，逢年过节有的时候我们会送点礼物，但是从来也没有人会来问我要怎么样来改善社区，怎么做一些规划。突然有人主动的来问我这件事情，我感觉特别的意外。我年纪13岁的时候，我去了美国。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的母亲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她会提醒我说：“孩子，我们是客人，我们来到了别人家的国度里面，
不是来这边只是享用别人的资源，我们今天住在这里，就要为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服务。这是我母亲50年前跟我讲的话。你们可能听过电影里面有个叫做 Ku Klux Klan， 就是 KKK 党。我以前住的地方叫做 Pasadena, Texas， 在德州那边有个区叫做 Pasadena。Pasadena, Texas 就是 KKK 党的一个总部，就在我住的旁边，就是3K 党的总部就在我家旁边。你如果问我有没有受到种族歧视，各位朋友，我告诉你2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有一次重感冒，躺在家里面，我对面的邻居居然做了一大锅的鸡汤，很棒的鸡汤，美国式的鸡汤，带到给我，然后让我吃鸡汤，热鸡汤，让我可以补身体。我也曾经车子坏了，没有办法去上班，我的邻居开的车子送我去上班，等到晚上9点半下班的时候，他又开的车子到我的上班地方把我接回来。你要想一想，那个邻居是个男的，而且是全身是刺青，骑的是那种哈雷的大重型机车，那种彪形大汉，留着胡子，那种典型你在电影里面，在那南方德州看的那电影里面德州的那些白人。但是当我生病的时候，当我车子抛锚的时候，他们全部放下来，愿意照顾我一个弱小的亚洲人。各位朋友，全世界都有种族歧视，无论在台湾、在大陆、在欧洲、在美国、在非洲，都有不同的种族歧视。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件事情，当我们主动的去为别人做一些服务的时候，尤其是做一些我们分内以外的事情，别人的耳朵是愿意为我们打开，开始倾听我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开始拉得更近了。原来那个沉默的那个墙，那个硬硬的冷冰冰的墙，也会开始慢慢的瓦解，彼此之间的那种成见与歧视也会慢慢的消除。我也住在泰国，我住在泰国那地方，我刚刚搬进去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很快的跟你分享。有一天我看到整个马路上，当我回去泰国的时候，看到整个马路社区马路上都长满了这些杂草，很乱。有一天我就拿起了垃圾桶，一个滚轮一个推车，自己一个人在下午的时候大太阳，我全部把他们的那些杂草拔干净，然后清干净，然后放在一个大的垃圾袋里面，放在巷口，让垃圾车来收。那一天我在做的时候，马路上下午大太阳，没有一个人出来。但是我偷偷的告诉你，我都知道有很多人在他们的房子里面远远的在偷看，说这个外地来的这个人怎么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帮我们清扫地，在帮他们除杂草。当我房子有好几次出问题的警铃响的时候，当我的这个大铁门没有关好，没有锁起来的时候，当我外面的水表坏掉漏水的时候，全部都是这些邻居挺身起来帮助我，照顾我，主动的捍卫我。当我有小偷从我后面的墙壁爬过来的时候，是这些人主动的帮我去报警，然后最后通知我。各位朋友，那一次我把这些学生，这些实习的学生带去清理了社区之后，也把公共厕所清干净。平常那些人
那些厕所没有人想去碰的，脏脏的，我们都把它清得干干净净的，把墙壁、地上全部清干净。我说，用过的这些我们用过的厕所，我们用完了，我们要放更多的卫生纸在里面。放完了卫生纸，我们把厕所喷香香的。我们离开的时候，要比我们进来的时候，厕所更干净、更漂亮。有趣的是，这些实习生在我的录音室里这边实习了1个多月了之后，我发现我们的社区的管理员，他们开始在第2个礼拜来的时候，开始主动的跟这些同学主动的打招呼，而且社区的伯伯、社区的管理那个警卫也开始跟这些同学主动还说早安、早安。更有趣的是，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一只臭狗 ，OK， 一只土狗，它的名叫做 Bacon 培根，真的叫做培根 ，OK， 这只土狗凶巴巴的，见到人就哇夸咬个不停，而且它那个牙齿都会露出来，每一个人都不敢接近这个社区。第一次这些学生来的时候，看到 Bacon 对他们这么狂嚎狂叫的时候，学生也在躲得边边的，慢慢小心翼翼的靠着墙壁走。但是当这些同学清理完了整个篮球场、网球场、阴沟，所有的垃圾清干净了之后， Bacon 不再对这些学生狂嚎了、狂叫了，而是乖乖的摇着尾巴过来欢迎他们。各位同学，这群实习生不再只是访客了，他们开始属于这里了。在这，我要先对这些过去来实习的、被我虐待的很惨的这些同学，先跟你们说声老师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辛苦了。但是我常常感觉教育除了是把一些专业的知识传递给你们之外，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社会教育、一些常识也能传给你们。下一次，当你觉得别人都不理会你，不在乎你讲什么，你提的任何建议，别人根本就不鸟你，无论是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甚至在一个教会、政党任何一个地方，不妨开始做一些你分内以外的事情，别人不做的，我们来做。很多时候，奇迹就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浮现出来，连你能想象的，超越你能想象的那些奇迹，就会开始慢慢的浮现。在这边，我留一个有趣的英文字留给大家，一句名言，叫做 "Don't wear out your welcome"。中文的意思就是不要把别人对我们的欢迎 welcome， 我们的欢迎，我们的好给磨光了。几个月之后，我也慢慢的看到这位年轻的 Y 小姐也开始主动的开始把家里面的一些厨具里面的一些盘子拿出来洗，开始帮家人开始出去倒垃圾，开始做一些家务事。你如果问我，老师，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话，同学自己去找事情去做，不要问别人，观察一下哪里需要去做的，都在这些眼前，你就去做，就主动的去做，也不需要问，就去把这些事情搞定。当你去做了这些事情，别人的耳朵会很自然的就为你而打开，倾听你，而且是非常愿意的倾听你的想法，倾听你的声音。在结束之前，我留一句奥巴马总统曾经讲过的一句名言 ：Respect does not come by asking, only come by earning it。尊重不是用嘴巴要来的，而是用行动换取来的。Earning， 英文的 earning， E-A-R-N-I-N-G，
earning 是用意思是用劳力换来的，我们称它为 earning。所以只有靠行动换取而来的尊重，不是用嘴巴要来的，是用你的行动去换取而来的。谢谢你今天愿意把时间放在我们的课堂里面，我们下一次见，拜拜。